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全新的系列《宠物鸟图鉴》，我是 Jack。今天这一集呢，要来跟大家介绍折中鹦鹉。想必各位呢，应该都有看过绿鹦鹉跟人类一起玩扮家家酒的影片。这只鹦鹉啊，它有什么习性？它生活在哪里？它需要什么样的环境？而且它喜欢吃什么样的东西，都会在这一集里面跟各位做介绍哦。那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。折中鹦鹉可以说是人类非常好的鸟伙伴。如果谨慎的饲养，而且你有充足的知识，我相信呢，它应该会是你很好的伙伴哦。这种鹦鹉啊，它是非常杰出的家庭宠物。它不仅呢不会大吵大闹，而且啊它的智商非常高，而且它也拥有非常厉害的说话能力。它的个性呢就是平静自得，到哪边呢都可以非常的安适。但是有一些个体呢，它在年轻的时候被剪羽，导致它缺乏它的飞行能力，所以它到成鸟的时候慢慢雕塑成它不是那么样的活泼。所以有些人会认为它的个性会有点无趣。折中鹦鹉它非常的喜欢观察周遭的事物，而且它都是会经过思考之后呢再伺机而动。它这样子的叫声呢，还有它的个性，如果你是住在公寓的话，它将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折中鹦鹉的公母呢非常好分辨，它们的差别非常的大。它们的公鸟跟母鸟拥有完全不同的羽毛。以前呢甚至还把这两种颜色的鹦鹉认成不同的物种。公鸟呢，它是绿色的。通常折中鹦鹉的公鸟呢，会比母鸟来得爱讲话。它也很喜欢去模仿在生活上听到的一些声音，像是门铃声电话铃声等等。母鸟相对于公鸟比较没有那么爱讲话，但是它们兴奋时依然会开心的尖叫。折中鹦鹉的母鸟，它的外表是鲜红色的，而母鸟会比公鸟来得凶。折中鹦鹉它也非常乐于跟主人一起打发时间。它们这种安静的个性呢，很适合在我们工作的时候它在我们的椅背或者是在肩膀上陪伴我们。而且它们的个性呢，比较没有那么调皮。折中它是一种非常专注的宠物，也不太需要去控管它们，也不用去限制它的行动范围。它们乖巧的个性呢，也不会乱去咬一些书本报章杂志等等。这种安静个性的鹦鹉它相对而言就比较不喜欢主人的抚摸，或者是比较不常跟主人撒娇。相较于灰鹦鹉或者是金刚鹦鹉这些大型鹦鹉而言，如果我们的手过度的去抚摸它们，让它们感受到威胁其实是带给它们非常大的困扰哦。这种文质彬彬的鹦鹉呢，其实我们如果轻捏它的嘴喙，或者是碰碰它的脚趾，它其实都可以感到无比的快乐哦。我们做饲主的呢，应该要去了解这种鹦鹉还有人类的互动关系。它这种关系呢，其实是非常微妙的。这种鹦鹉呢，它并不会像猫狗一样对人撒娇喜欢人类的抚摸。也就是要更了解这种鹦鹉的气质，然后多多了解这种鹦鹉的习性。我们在饲养这种鹦鹉我们也要保持固定的距离，给这种鹦鹉留一点空间。它如果愿意主动靠近你，那当然是好事。那如果今天它心情不好，或者是它不想要接受人类的抚摸，我们也不需要去强求。折中鹦鹉它其实可以在窗边待上一整天，待在它自己觉得安全、自己觉得安静的地方，它也不会感到特别的无聊。如果你今天是想要选择一种鹦鹉，它是热闹型的、活泼型的，那我想折中鹦鹉就不会太适合你，因为折中鹦鹉的个性呢，它不是那种很活泼的个性。所以饲主如果准备一些人造的玩具、啃咬玩具给折中鹦鹉的话，他们可能不会那么样的喜欢。所以如果今天你养折中鹦鹉，我会建议你帮它准备一些枯枝、一些树枝，让它啃咬，像是一些野外的果实，例如橡实矮松子或者是一些豆类豌豆荚，都是非常适合它的。再讲到折中鹦鹉在野外是怎么样呢？折中鹦鹉的体长大约30到40厘米，它的分布相当的广阔，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、纽几内亚与巴布亚纽几内亚的许多岛屿上面，与澳大利亚约克角半岛的北部。它们主要栖息在森林草原、红树林，甚至一些椰子园还有农作物区，海拔1900米以下的地区都有可能会看到它们的踪迹哦。还有低海拔的森林，甚至是滨海地区呢，都有可能会看到它们的踪迹。它们通常出现呢是单独或者是成对聚集的。它们最主要呢是在树上觅食，在野外呢，它们的主食主要是一些水果嫩芽，还有一些花朵花蜜果实等等。它们在野外特别喜欢的食物是香蕉无花果、芒果，还有木瓜。我们知道它在野外喜欢吃什么食物以后，人工饲养的折中鹦鹉呢，你不妨也可以提供一下它这类的食物，让它做使用。
再来要讲到手养的折中鹦鹉，在整体的宠物鸟价格来说呢，折中还是偏贵的。通常折中鹦鹉的价格呢，会到几千元甚至到上万元不等。一般啊，市售的折中鹦鹉呢，有分2种来源。第一种呢，就是直接从野外诱捕；那第二种就是人类啊人工繁殖的折中鹦鹉。一般的情况下呢，野外的折中鹦鹉它其实是不适合啊人类当做宠物鸟来做饲养的。它跟人工繁殖的宠物鸟相比呢，它比较容易生病，因为啊，它们比较没有办法适应笼养的环境。你想，它如果原本啊在野外自由自在的飞翔，可以自行选择它喜欢吃的食物，而它被人类诱捕之后，它被关在一定大小的笼子里面，它失去了自由，相对而言，它的心情啊就会受影响，它身体的免疫系统也没有办法像在野外的时候这么样的强，所以野外诱捕的折中鹦鹉啊，相对于人工饲养的折中鹦鹉来说啊，它是更容易生病，而且它的抵抗力也比较差，甚至野外的折中鹦鹉，它的死亡率是比手养的折中鹦鹉来得高的哦。有一些商家他会便宜的贩卖啊野外的折中鹦鹉，而野生的折中鹦鹉呢是很难被养活的，所以啊这边我不会建议大家去购买这些野外的鹦鹉。再来讲到，如果要让折中鹦鹉进行人工繁殖，应该要注意什么样的事项，而要如何繁殖呢？人工饲养的折中鹦鹉，它除了存活率比较高之外，它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也比较强。但是要注意的地方是，折中鹦鹉啊，它因为公母鸟啊，它的性别不同，造成它们的个性啊也是大有差别的。公鸟呢，它比较容易亲近人，而且它比较容易在短时间内呢跟人混熟。但是今天如果是折中的母鸟啊，它的个性其实就完全相反的。母鸟的个性啊比较内向，如果你一开始饲养母鸟的话，它可能会有躲避的现象，但是如果它慢慢的适应这个环境之后啊，它的情况也会慢慢的改善。折中鹦鹉它相对于其他的中大型鹦鹉来讲呢，它繁殖的难度啊其实不算高，但是要注意的是，繁殖期的折中鹦鹉它比较具有攻击性。甚至母鸟在繁殖期间啊，对公鸟呢，它也是具有攻击性的。通常来讲，折中鹦鹉在繁殖的时候啊，一窝通常会生2颗蛋。它的孵化期呢，差不多28天。幼鸟在70到80天之后啊，它的羽毛会开始成长。小型的折中鹦鹉呢，它最快能够在2年的时候就有繁殖的能力。大型的可能会到4到5年。宠物鸟的折中鹦鹉，它遇到最大的问题呢，就是给予它过多的食物、过量的食物。它们整年都被提供高热量啊、高蛋白质、高脂肪的食物。但是折中鹦鹉它在野外有办法每天都得到这么多的营养吗？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讨论啊，饲养鹦鹉这方面的问题。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调配鹦鹉的饮食，来让它慢慢的模拟在野外的环境，这样子充足啊、丰富的食物，再加上呢，折中鹦鹉它非常的爱吃，所以常常会造成折中鹦鹉它运动量不足、体重过重，还有代谢异常啊这些问题。另外呢，环境过热，或者是你缺乏一些户外的活动，让它去燃烧热量，这也是人工饲养折中鹦鹉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哦。有一些报告显示呢，在野外的折中鹦鹉，它1年4季都会繁殖，代表它们1年4季都可能会有荷尔蒙分泌的现象。所以人工饲养折中鹦鹉也要特别注意饮食方面，不要让它们呢过度的发情，帮助它们在繁殖期呢获得喘息的空间。再来讲到在野外的折中鹦鹉呢，它们的社交模式是非常特别的。单只或者是多只的公鸟来照顾一只母鸟，它这一种行为模式啊，常常被那些手养鸟的饲主所遗忘。在被人类圈养之下的折中鹦鹉啊，它行为模式呢会慢慢的退化，它会造成的影响呢，就是可能公的折中鹦鹉它会四处游走啊，心神不宁的状况，甚至折中鹦鹉这种极为细腻的思考模式，它被渐渐退化之后，就会发生一些令饲主不解、令饲主烦恼的一些行为，例如咬毛就是一大重点。而折中鹦鹉它随着它的年纪慢慢增长，它常年受压抑，到老年之后呢，它可能会有精神受创，而会有喜欢咬人的行为。在母鸟方面，被人类长期圈养之下的折中鹦鹉，它可能会爱上自己的主人，而当主人他一离开他的生活空间之后，它就会开始接近比较阴暗的空间。有一些过量产蛋的折中鹦鹉，它会拔起自己的胸毛，而且连续孵蛋数个月，它不会让人类靠近它的巢穴，每天的反刍产蛋一窝又一窝的情况。这个呢也反映出折中鹦鹉在人工过度的饲养之下而产生出的问题。但是在这边我不是要阻止大家去饲养折中鹦鹉，只是要告诉各位折中鹦鹉它并不适合新手来饲养。你需要有非常强大的耐心，而且你要有足够的知识。这种鹦鹉不论是它的身体构造，或者是它心理的状况呢，都非常的复杂。你需要花费非常多的时间呢去研究。在人工饲养鹦鹉上面呢，有些人会推荐给鹦鹉真正的生活。
什么叫做真正的生活呢？尽量呢让它们的飞羽保持完整，然后呢时常去改变笼子内的环境，好像在野外一样，模拟在野外的环境。因为在野外不可能同一只梯子就放在固定的地方10年、20年，它一定呢是有不同的树叶、不同的地点，用这种改变笼内环境的方法呢，来去丰富它的生活，然后要提供它一些自然的环境，像是阳光啦、雨水或者是一些植物，让它跟大自然呢有接触，让鹦鹉呢多多看看外面的世界，避免呢过量的喂食，而且适当的呢给它们淋浴。刚前面有讲到，折中鹦鹉它很爱吃，它很喜欢呢新鲜丰富的一些鲜食，像是煮过的豆类甚至一些稻米带壳的谷物，或者是日常的新鲜水果，还有胡萝卜秋葵地瓜还有淀粉类的马铃薯。因为宠物鸟它其实不喜欢100%的吃颗粒状的食物，所以有些饲主呢他会观察到某些鹦鹉它在吃滋养丸的时候，会刻意的喜欢将滋养丸泡在水里面，而这些天然的食物，它刚好避免了颗粒状食物的这个问题。有些折中鹦鹉，它甚至因为拥有了生活上这些天然的食物，而改善它咬毛的情况。那选择它的容器，你尽量可以选择比较好清洗的，因为我们提供这些鲜食，它另外一方面也就代表着它可能呢，它的环境会比较脏乱。这时候好清洗的容器呢，就带给我们更多的方便性。折中鹦鹉它非常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的肠道比一般的鹦鹉来的长。这样子的特色代表着它们需要更多纤维质高的食物，千万不可以只喂种子给折中鹦鹉，因为干燥的种子可能会导致它们营养不良，消化呢也会非常的差，进而导致它们会有掉羽、像咬毛、下痢，到最后可能会有死亡的情况发生。在蛋白质的摄取方面呢，偶尔我们也可以提供它一些水煮蛋，那也要注意呢喂食的量，1个礼拜呢1次可能就够了。有些人呢也会喂食折中鹦鹉少量的鱼肉，但是千万注意鹦鹉是不适合吃有调味过的食物，所以在烹调上面呢也是水煮过就好，也不要去加一些盐胡椒等等调味料，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好的。折中鹦鹉呢，它是有名的爱咬毛的鹦鹉，而且不只限制于母鸟，公鸟呢也会有这样的情况，可能造成咬毛的原因，包括呢你给它错误的饮食，它缺乏睡眠，或者是皮肤瘙痒，还有体外寄生虫这些情况。而在心理方面呢，它如果感受到它被饲主抛弃，它也有可能会导致咬毛的情况产生。他们在进入青春期之后呢，我们也可以多多让它洗澡。那洗完澡呢，也要注意环境的干燥。那因为曾经呢也有案例是因为环境过度的潮湿，造成折中鹦鹉它的肺部发霉，到最后死亡。相信各位呢对折中鹦鹉都相当的了解了，你也不要忘了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有养折中鹦鹉的朋友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也不要忘记帮我按赞，并且分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折中鹦鹉的哪一点最吸引你呢？你想要我介绍哪一种宠物鸟，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区告诉我哦。我是 Jack， 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